余力学文，见道德，经治学，永立身，探寻人生成长的三重要义。在人生的漫漫征途上，我们犹如在茫茫大海中航行的船只，需要明确的方向和坚实的指引，才能驶向成功与价值的彼岸。而道德实践、读书治学以及面对困境时的态度，恰似这指引的灯塔，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。不能身体力行孝、悌、谨、信、犯爱众、亲仁这些道德准则，因为死读书就会使自己陷入浮华不实的境地，这样我们怎能成为一个真正有用之人呢？这一深刻的洞察，揭示了人生成长中至关重要的命题，即道德实践与知识学习需相辅相成，不可偏废。孝、悌、谨、信、犯爱众、亲仁，这些古老而熠熠生辉的道德准则，构成了人类社会和谐运转的基石。孝是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深情回馈，是人类最本能、最真挚的情感表达。古有黄香温席，寒冬腊月，小黄香为了让父亲能在温暖的被窝中安睡，先用自己的体温为父亲暖床，这份孝心令人动容。孝不仅是物质上的供养，更是精神上的慰藉与陪伴，是对父母尊重与关爱的全方位体现。悌强调兄弟姐妹间的友爱与互助，在家庭中，兄弟姐妹和睦相处，相互扶持，共同成长，家庭便充满温馨与凝聚力。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，其和谐稳定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。谨要求我们在言行上保持审慎，行事稳重。在生活中，一个不经意的言行可能引发意想不到的后果，谨慎能让我们避免许多不必要的麻烦，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和个人形象。信即诚实守信，是人际交往的通行证。商鞅立木为信，通过在城门口立木赏金的方式，赢得了百姓的信任，为变法的顺利推行奠定了基础。一个讲信用的人，在社会中更容易获得他人的认可与支持，事业也更容易取得成功。泛爱众倡导我们将关爱与尊重推及到每一个人，不论其身份、地位、贫富。它体现了一种博爱的精神，超越了个人的私利与偏见。特蕾莎修女一生致力于帮助贫困、患病和受苦难的人们，她不顾艰难险阻，将爱与温暖传递给那些最需要的人，成为了泛爱众的典范。亲仁则是鼓励我们亲近有仁德的人，向他们学习，与仁德之人交往如沐春风，他们的言行举止、品德修养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，使我们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。然而，若只是一味的死读书，而不将这些道德准则融入生活实践，便如同在沙滩上建楼，根基不稳。死读书的人虽可能积累了丰富的知识，但缺乏对生活的真切感悟和对他人的关怀，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显得格格不入，无法将知识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，也难以承担起社会责任。他们的知识只是空洞的理论，无法真正为社会创造价值，最终陷入浮华不实的泥沼。知识的学习应是为了更好地践行道德准则，提升品德修养，服务社会。只有将知识与道德紧密结合，我们才能成为一个既有丰富学识，又有高尚品德的真正有用之人。反之，如果只是一味的做事，不肯读书学习，就容易陷入盲目与狭隘。读书是我们与古今中外智者对话的桥梁，通过阅读，我们可以汲取人类智慧的精华，开阔视野，启迪思维。牛顿曾说，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些，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，这个巨人便是前人通过书籍所积累的知识和经验。不读书的人犹如在黑暗中摸索前行，缺乏知识的指引，容易仅凭主观臆断行事，任性而为，从而蒙蔽真理，在人生道路上屡屡犯错。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，知识不断更新迭代，只有持续读书学习，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，不被淘汰。既然读书学习如此重要，那么如何才能高效的读书呢？首先，读书要注重三道，即眼道、口道、心道。眼道能让我们准确捕捉文字信息，口道通过朗读加深对内容的理解与记忆，心道则是用心思考，领悟书中的深层含义。三者缺一不可，只有全身心投入，才能真正领略书中的智慧。在阅读过程中，专注是关键，
正在读一本书时，切不可三心二意，被其他书籍吸引。每一本书都有其独特的内涵与价值，只有专注读完一本，才能深入理解，收获知识的精髓。若频繁更换书籍，浅尝辄止，最终将一无所获。制定读书计划也是一门学问，不妨将读书期限定得宽松一些，这样在执行过程中不会因时间紧迫而产生焦虑，影响学习效果。但在实际执行时，要严格要求自己，加紧用功，不可懈怠偷懒。日积月累，随着知识的不断积累，原先那些难以理解的疑惑自然会迎刃而解。读书时难免会遇到疑问，此时应随时笔记，以便日后向良师益友请教。学问之道，贵在有疑。通过解决疑问，我们的知识体系得以不断完善，思维能力也能得到锻炼。书房环境对读书学习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。整洁干净的书房，整齐摆放的文具，能营造出宁静、舒适的学习氛围，让人更容易静下心来，专注于知识的海洋。古人写字前磨墨，若心不在焉，墨就会磨偏，写出的字也会歪歪斜斜。这从侧面反映出心境对学习和做事的影响。保持内心的平静与专注，是读书治学的重要前提。书籍课本应分类摆放，排列整齐，并放在固定位置，读诵完毕归还原处。这不仅方便查找，更体现了对知识和书籍的尊重。即使有急事，也要妥善收好书本再离开，书本有缺损及时修补，保持完整。这些看似琐碎的细节，实则培养了我们的良好习惯和责任感。在信息爆炸的时代，书籍的选择至关重要。我们应摒弃那些非传述圣贤言行的著作，以及有害身心健康的不良书刊。这些书籍可能会污染我们的心灵，蒙蔽我们的智慧，使我们的价值观发生扭曲。而阅读圣贤经典，能让我们汲取古人的智慧和道德养分，提升自身修养，塑造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。人生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，当我们遇到困难或挫折时，态度决定一切。不要自暴自弃，陷入消极的情绪中无法自拔，也不必愤世嫉俗，对周围的一切充满抱怨。自暴自弃只会让我们失去前进的动力，愤世嫉俗则会阻碍我们理性地看待问题。相反，我们应发奋向上，努力学习。圣贤的境界虽高，但只要我们秉持坚定的信念，循序渐进，不断积累，终能逐步靠近。司马迁遭受宫刑后，忍辱负重，发奋著书，完成了被誉为史家之绝唱。吴韵之《离骚》的《史记》。苏轼一生多次被贬，仕途坎坷，但他始终保持乐观豁达的心态，在文学、书法、绘画等领域都取得了卓越成就。他们的经历告诉我们，困难和挫折是人生的磨砺石，只要我们勇敢面对，积极进取，就能在困境中崛起，实现人生的价值。在人生的旅途中，见道德、经治学、勇立身是我们必须修炼的3重要义。我们要身体力行的践行孝、悌、谨、信、泛爱众、亲仁等道德准则，避免死读书的虚无。要勤奋读书学习，掌握正确的读书方法，不断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和思维能力，避免盲目行事的无知。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，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，发愤图强，勇往直前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稳健前行，成为一个有道德、有学问、有担当的人，为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，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篇章，让生命绽放出绚丽的光彩。修德治学与立身之道，在人生的漫漫长路中，我们始终在探寻如何成为一个真正有价值、对社会有益的人。而这一宏大目标的实现，离不开对道德准则的践行和知识的学习积累。不能身体力行孝、悌、谨、信、泛爱众、亲仁这些道德准则，一味死读书，就会使自己陷入浮华不实的境地。这样我们怎能成为一个真正有用之人呢？这一观点深刻地揭示了道德实践与知识学习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，为我们的成长与发展指明了方向。孝、悌、谨、信、泛爱众、亲仁，这些古老而永恒的道德准则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，构成了我们为人处事的基本框架。孝是对父母长辈的敬爱与赡养，是人类最基本的情感与责任。古有汉文帝刘恒亲尝汤药，侍奉母亲薄太后，以尽孝道。
其事迹流传千古，成为后世子孙的榜样。这种对父母的孝顺，不仅是物质上的供养，更是精神上的慰藉与尊重。T 则是兄弟姐妹之间的友爱与互助。在一个家庭中，兄弟姐妹和睦相处，相互扶持，家庭才能充满温暖与和谐。家庭是社会的细胞，家庭的和谐稳定是社会和谐的基础。谨意味着言行谨慎，做事小心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可能产生影响，谨慎行事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错误和麻烦。信即诚实守信，是人际交往的基石。一个讲信用的人，才能赢得他人的信任和尊重，在社会上立足。曾子杀猪的故事家喻户晓。曾子为了兑现对孩子的承诺，毅然杀掉了猪。这种诚实守信的品质，为孩子树立了良好的榜样，也让我们看到了信的重要性。泛爱众倡导的是对众人的关爱与尊重，不分贵贱、贫富、亲疏，将仁爱之心推及到每一个人。孔子一生周游列国，传播人的思想，他关爱百姓，希望统治者能够施行仁政，让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。亲人就是亲近有仁德的人，向他们学习。正如前面所提到的，与仁德之人交往，能使我们的德行不断提升。这些道德准则是我们在社会中立足的根本，只有身体力行的去践行，才能让我们的内心充满善良与正义，成为一个有道德、有良知的人。然而，如果一味的死读书，而不将这些道德准则融入到生活实践中，就会陷入浮华不实的境地。死读书的人可能拥有丰富的知识储备，但却缺乏对生活的感悟和对他人的关怀。他们可能在书本知识的考试中取得优异的成绩，但在实际生活中却无法正确处理人际关系，无法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。这样的人，即使拥有再多的知识，也难以成为一个真正有用的人。知识的学习应该是为了更好地践行道德准则，提升自己的品德修养，为社会做出贡献。只有将知识与道德相结合，才能让我们的人生更加充实和有意义。另一方面，如果只是一味的做事，不肯读书学习，就容易任性而为，蒙蔽真理。读书学习是我们获取知识、开阔视野、启迪智慧的重要途径。通过阅读经典著作，我们可以与古圣先贤进行心灵的对话，汲取他们的智慧和经验。在读书的过程中，我们可以了解到不同的思想和观点，拓宽自己的思维方式，避免陷入狭隘和片面的认知。读书还可以培养我们的思考能力和判断力，让我们在面对问题时能够更加理性地分析和解决。不读书的人往往缺乏知识的滋养，容易凭借自己的主观臆断行事，这样很容易犯错，甚至走上错误的道路。例如，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，如果不通过读书学习，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，就很难跟上时代的步伐，在工作和生活中也会遇到诸多困难。那么，如何才能做到有效的读书学习呢？首先，读书的方法要注重3道，即眼道、口道、心道。眼道就是要认真阅读每一个字，不遗漏，不马虎。口道通过朗读可以加深对文字的理解和记忆。心道则是要用心思考书中的内容，领悟其中的道理。只有3者结合，才能真正掌握书中的知识。正在读一本书的时候，不要心羡，想看其他的书，这本书没读完，就不要去看其他的书。这是一种专注的态度，专注于一本书，才能深入地理解其内涵，避免浅尝辄止。在定读书计划的时候，不妨把读书期限定得宽松一些，实际执行时就要加紧用功，严格执行，不可以懈怠偷懒。这样既可以给自己一定的压力，促使自己努力学习，又不会因为过于紧张的计划而产生焦虑和抵触情绪。日积月累，功夫深了，原先挚爱不通、困顿疑惑之处，自然而然都迎刃而解了。读书时心里有疑问，应随时笔记，一有机会就向良师益友请教，务必确实明白它的真意。学问，既要学又要问。疑问是学习的动力，通过解决疑问，我们可以不断深化对知识的理解。向他人请教，不仅可以获得答案，还可以从他人的思考方式和经验中得到启发。书房的环境也对读书学习有着重要的影响。书房要整理清洁，墙壁要保持干净。
读书时，书桌上笔墨、纸砚等文具要放置整齐，不得凌乱。一个整洁有序的环境，可以让人心情舒畅，更容易静下心来读书。古人写字使用毛笔，写字前先要磨墨，如果心不在焉，墨就会磨偏了。写出来的字如果歪歪斜斜，就表示你浮躁不安，心定不下来。这也提醒我们在学习和做事时，要保持专注和冷静，避免心浮气躁。书籍课本应分类，排列整齐，放在固定的位置。读诵完毕需归还原处，虽有急事，也要把书本收好再离开。书本有缺损就要修补，保持完整。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，实则体现了对知识和书籍的尊重。尊重知识，才能更好地学习知识；爱护书籍，才能让书籍更好地发挥其价值。同时，我们也要对阅读的内容进行筛选，不是传述圣贤言行的著作，以及有害身心健康的不良书刊，都应该摒弃不要看，以免身心受到污染，智慧遭受蒙蔽，心智变得不健康。在信息爆炸的今天，各种书籍和信息充斥着我们的生活，我们要学会辨别真伪善恶，选择有益的书籍来阅读，让自己的心灵得到滋养。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我们难免会遇到困难或挫折。当遇到这些困境的时候，不要自暴自弃，也不必愤世嫉俗，看什么都不顺眼。自暴自弃只会让我们更加消沉，失去前进的动力；愤世嫉俗则会让我们陷入消极的情绪中，无法理性地看待问题。我们应该发奋向上，努力学习。圣贤境界虽高，循序渐进也是可以达到的。古往今来，许多仁人志士在面对困难时，都能坚定信念，努力奋斗，最终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司马迁遭受宫刑后，忍辱负重，发奋著书，完成了史学巨著《史记》。苏轼一生多次被贬，但他始终保持乐观豁达的心态，在文学、书法、绘画等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。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困难和挫折并不可怕，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，就一定能够战胜困难，实现自己的梦想。修德治学与立身之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，我们要身体力行的践行孝、悌、谨、信、犯爱众、亲仁等道德准则，避免死读书的浮华不实。同时，要重视读书学习，不断提升自己的知识和智慧，避免盲目行事的任性与无知。在读书学习的过程中，要掌握正确的方法，保持专注和勤奋，善于思考和请教。我们还要注重生活中的细节，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，尊重知识和书籍，选择有益的阅读内容。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时，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，发愤图强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成长和进步，成为一个真正有道德、有学问、对社会有用的人，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，让我们的人生绽放出绚丽的光彩。